本节目由零糖零卡零脂无糖也甜的 Kelly One 生气波波苏打气泡水独家冠名播出。马上迎来报春来，林丹、于文文、李斯丹妮。我要 fight me and 我要 fight 你 ，yeah。报春来的连续进攻，很疾风骤雨般的打击，跳起来了，超级丹还想扣球吗？春来哥只要一直用前手拳点他，林丹哥很难进来。绝对的臂展优势。林丹再冲进来，用自己的重拳压制鲍春来。鲍春来发起了一波连续的进攻，打到了林丹的头上。漂亮！宇文后肉拳，前手打中，他太强了。李斯丹妮在这场比赛上，我们看上下打击，这是具有天分的一位运动选手，他的眼光非常的开阔。好几个重拳全部打中了。你跟海涛到现在还没结婚，是因为不够爱吗？我退赛。喜欢他有理由吗？我就想要他。来到我的队，就是我们队的队魂，领军人物就是唯一。你不要听他瞎说，他接下来那一场就会抢人了。我可以成为你们的啦啦队。本节目由无糖也甜的Kelly One生气波波苏打气泡水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迎痛而上为梦博出强大的全力梦想观芬必得赞助播出。马上迎来下一场比赛。首先要有请的是银河无敌豹鲍春来。我是这个世界的梦魇。有请宇宙超级丹林丹。春来，你这身是？因为我平常比较喜欢打游戏，所以说我今天扮了一个我最喜欢的英雄之一吕布。哦，他不是孙悟空。林丹扮演的就是自己。不，主要是节目组应该没有给我准备衣服，我就穿自己的。你们两个就是做队友多少年了？99年吧，99年第一次在青年队。对，就是彼此有什么对对方的评语？我说实话，帅，人也善良，而且是人缘特别好。我很真诚的，很真诚。你的这个表情是真诚的表情是吧？啊，来评价林丹。非常酷，表面上很强，其实内心中其实挺真诚的。你可以把那个挺拿掉吗？很真诚。大家看到鲍春来和林丹站在一起，其实那个感觉和感情都会很复杂。我来给大家简单的提供一些背景资料啊。同期进入国家队，两个人被大家称为国羽男单的双子星，两人一共交手27次。这次站在拳击擂台是两个人第28次正面交锋。也是最特殊的一次交锋。林丹，你打的最难的比赛是哪场？就跟他打了。我记得是香港公开赛吧，半决赛，我们两个打了差不多有快100分钟，这在羽毛球史上应该是很难的，将近100分钟。三位，作为优秀的职业的经理人，昨天你们看了他们的训练，感觉怎么样？昨天晚上去看他们训练的时候，有看到春来老师他一直躺在地上，
然后我们就很不解，就问他为什么，就说他那个因为腰伤了。Hello， 老师好，老师好。三位老师好。怎么样？腰痛？就是有很多发力的时候不敢发。能走吗？能走吗？给我的感觉就是又疼又胀又酸。那如果明天万一还那我肯定不会放弃的。啊？怎么啊？那但是的腰都伤了。对呀。昨天晚上他的腰伤，我们看到的那个状况是比较严重的那种。所以这也是我很诧异的地方，春来，你为什么坚持要今天打？你看看，如果说是正常的比赛的话，你不可能延期的嘛，是吧？然后其次就是我觉得，再加上就是伤病对我来讲的话，可能就是伴随我太多年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伤虽然会有，但是一定会坚持到最后吧。我这就是国家级的运动员嘛，就是他有伤病，他决定了要做，他就不会给自己找很多理由。我记得原来在国家队的时候，他的骨关节是有内风湿的，有时候疼痛到他早上下船他下不了地，不要说训练，他下船都下不了。因为我没有那么大的伤病，所以我体会不到，但是我很敬佩他这样一个状态。对。出来，你是有机会和有条件提出来的。你在看什么？对，我眼泪该出来，我擦一下。该擦泪。你是有机会提出来的。提出来往后撤一下。我觉得我既然走到这个全场上，就没有想过要后退，哪怕是有些伤病。而且我也觉得今天没有必要去搞得这么，比赛都还没有开始，是吧？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好像？对，是。而且我觉得这对林丹来讲也是一种不公平。我好像要因为我的伤病会给他造成困扰，我相信他不会。我们都是职业运动员，我们在这个赛场上，不管对手是什么样，不管对手是弱的还是强的还是受伤的，我们都会全力以赴去对待。你怎么可能会能够小看任何一个冠军的心呢？一个冠军不是纯粹靠他的能力，真的是这个心脏，他们就是咬牙坚持，我不服，我觉得太棒了。当我们说到体育精神的时候，体育精神需要感召的并不仅仅是职业运动员，体育精神对所有人都是有效的。当你要面对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的问题挫折，可能有很多心里过不去的坎儿，但是逃是逃不掉的，躲是躲不过的。与其在那块儿去逃、去躲、去给自己想方法，不如全力以赴。所以再次感谢两位优秀的世界级的运动员。现在我们就让两位去准备。所以三位，你们在看训练的时候，你们和他们聊了吗？和他们两位，你们都已经摸得一清二楚了。感觉是摸清楚了。感觉是摸清楚了。感觉摸透了。平时，我都说，哎，你们挑一下他们两个谁的优点、缺点、优势、劣势。我觉得对于这样的运动员来说，我们根本没有优势劣势之分了。三位经理人可以直接一次性把你们的5颗星全部送出，信心值分配开始。当时心情也是很纠结的。春来老师的那个腰伤，我是知道他有多痛。对于我来说，我没办法选择。就是我觉得太难了，真的太难了。那么马上我们的比赛要正式开始。首先我们先进行赛前的体检。在双方提交体检报告的基础上，专业医务人员将在赛前对双方进行心率、血压检测以及身体状况的问询。双方拳手还将依次进行赛前称重。全力以赴的我们为拳手提供了专业拳击赛事护具，包括头盔、护齿、护胸、护裆、护手绷带、拳套、拳击鞋等装备，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佩戴，能够给予拳手最大的保护。接下来，
有请双方进行最后的赛前热身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第一场决斗，让我们拭目以待。比赛马上开始，首先欢迎的是蓝角拳手鲍春来。鲍春来，他是汪洋四溢的天赋少年，身材高挑，臂展惊人，他是体坛的黄金左手，曾经开创了首个汤姆斯杯的4连冠。再次欢迎鲍春来。让我们看一看他在拳台上的咆哮。让我们欢迎红角拳手林丹。身为羽毛球界的世界级球员，林丹以其强大的爆发力、反应力独占鳌头。退役后时隔1年重回赛场的林丹，为我们奉献一场世界级的比赛。紧张吗？因为林丹老师拳太重了，我怕他吃不住。我也有点怕。对战即将开始，让我们拭目以待。好了，我们现在为您带来的是全力以赴的我们。我们看到现在红角和蓝角的选手已经上场了。那么蓝角鲍春来的身高和臂展是远远高于和长于他的对手林丹的，这一点在拳击历史上也是绝对的优势。不许打后脑，不许打腰部以下，一定要听我口令，啊，保护好自己。回到本位。你们昨天也是站着看的吗？我都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台下是什么感受。比赛现在开始，鲍春来占据臂展的绝对优势，我们看能不能用得出来。林丹冲进来了，林丹冲进来了，用快拳想要压制。哎，他进不了。哇，用自己的重拳，而且我们看林丹是个反架，左手拳的进攻。如果两个人是处在对架的情况，哇，鲍春来的连续进攻很棒。走，听口令。鲍春来，不许抱人，啊！林丹也太狠了。很狠的，他真的他昨天打的时候就已经是这种。好了，从双方分开，林丹现在冲上来，我们看前手自拳击倒了，我的天哪！赌了8秒，鲍春来开始护腰。过去 ，5、6、7、8，腰怎么样？没问题。扣了2分了，春来哥应该，现在应该是8比10了，场上的比分。在中国呢，由于我们的字体呢，对于右手的比较乐观啊，比较善意，所以绝大多数选手都是右撇子。林丹这场比赛选择左撇子。哇，左手的抡摆是打到了鲍春来的后脑。不要后脑啊！不要打后脑。前手的刺拳，再一次，再前手，林丹换架了。看来林丹是一个双架选手，前手刺拳啊，跳起来了，跳起来了，超级丹还想扣球吗？两个人没有对于距离的过多纠结。这他们这个太激烈了，简直就是感觉只有这一回合。林丹的拳的杀伤力太大了，杀伤力很高。头盔 ，10。哦，裁判说林丹的头盔出现了松动，要求鲍春来站到中立角。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林丹是可以调节头盔的。蓝角和红角是他们的出场角，一般开场的时候和回合结束的时候会到两边，但是白角就是中间有人被击倒或者是有人要调整的时候，另外一个选手就会到白角。主要是做调整的。对对对，调整位。听口令。好了，比赛继续开始。这场比赛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林丹还是选择了快脚步压制。
打进去，用自己的重拳压制鲍春来，而鲍春来由于没有办法破开林丹的前冲，左手2次、3次、4次，哇！鲍春来发起了一波连续的进攻，我们来看，疾风骤雨般的打击打到了林丹的头上，鲍春来终于觉醒。第一回合结束了。太棒了，真的太棒了！来，矿泉水，矿泉水。刚才在第一回合中，林丹是选择了快速的突入，而且也是我们开场以来唯一的一位用反架进攻的选手。林丹的重拳在自己的左手上，这也是比较少见的一种比赛方式。而鲍春来本场比赛拥有绝对的臂展优势，在拳击比赛中，臂展就是硬实力。不过刚才已经被读秒1次，那么双方的起平分数将会从林丹10分，而鲍春来以8分起平，也就是说第一回合林丹已经拿下了。刚才那回合应该林丹哥拿下了，所以第二回合很重要。如果第二回合丹哥再拿下，基本就已经结束了，就除非能 KO 结束的话。他们2个吧，就是之前在羽坛一起较量。然后现在又换到了拳台上，国家运动员，他们一旦踏上了赛场，他的那种冠军的那种精神就会出来。我不会管你是谁，我也不会有所顾虑，会有所顾忌，因为这个就是赛场，我只能赢。用鼻子深呼吸，嘴巴慢慢吐。这时候越是这时候越要打连续拳了，要打连拳。眼睛盯着对方，眼睛死死的盯着对方，死死的不要低头。始终不要低着头，盯着对方，盯着对方。你的拳是特别重的，现在啊，他的那个直拳我怎么处理？直拳多下以后反击，往后拉一下反击。现在是该你了啊！多出拳，多出拳，压着他。比赛第2回合开始。鲍春来，鲍春来。好，第2回合，那鲍春来能不能利用自己的臂展？看林丹再一次冲进来，鲍春来的连续进攻，鲍春来的连续进攻，林丹想要把头扎进来，抱住鲍春来，这样的方法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林丹一定要小心，鲍春来的连续重拳的情况下，如果把自己的头冲得太过于靠前，很有可能被对方击倒。而鲍春来现在就在等待着一次击倒，林丹漂亮，左手摆拳，哇！鲍春来左手摆拳，鲍春来没有距离的情况下是完全没有出拳机会的。林丹摇闪过去，鲍春来左手摆拳，林丹的右手直拳，再次前刺前后手。这也是我们本次比赛所有选手里边的体能天花板，最强的2位选手。好，裁判在搂抱之后，警告2位选手打开。裁判警告林丹不可以再进行搂抱。林丹哥冲的特别猛，林丹的拳的杀伤力太大了。听我说，不许击打后脑，不许击打后脑，听我口令，明白吗？听到了吗？啊！前手刺拳，林丹再冲进来，左手拳变了一个步，哇，正面对敌。鲍春来现在没有办法跟林丹破开防守。今天林丹的搂抱战术为自己创造了非常多的进攻机会。林丹再次进来。上勾，推过去，林丹的左手摆拳，不过把自己的距离拉得太近了，这样的比赛自己也没有有效的进攻。春来哥的手太长了，距离太近，他就很容易勾到后面。好了，最后的10秒，第2回合就要结束。哇，林丹的前手刺拳明显没有对方长，鲍春来的且战且退的黑带 underrun， 漂亮，连续这手一拳漂亮，鲍春来在第2回合找到了自己进攻林丹的机会，也就是在后退中用自己更长的臂展跟林丹互换直拳，并且效果还非常不错。鲍春来的这个黑带 underrun 还真的是有点吕布的意思啊。
我们也可以看到林丹的臂展明显没有鲍春来长，所以在进攻中呢，自己的有效打击也是大多数被臂展所影响了。体力消耗很快，他们现在2个人的体力消耗非常快。一定要看着他，最后一个回合至关重要，眼睛一定要盯着他，拳可以少出，但一定要盯着他，盯着他。我说实话，我今天没有想到鲍春来打得那么的顽强，因为首先有伤嘛，而且他个子确实很高，对我来讲挑战太大了。怎么样？感觉怎么样？啊？感觉怎么样？没事。啊，往前打，往前打，不要光打前手，没有力量，你的力量在后手。最后一回合必须要拿下，好吗？刚才我专门问王彦博，什么时候过那个体能的临界点？第3阶段就是第3回合，一定比第2回合打得要更惨。所以第3回合会更激烈。是的。好了，第3回合比赛开始。鲍春来，鲍春来，鲍春来！双方已经过了自己常规的体能的瓶颈期，第3回合依然是1指局。对于林丹来讲，这一回合只要求稳，这一场比赛不会输。但对于鲍春来讲，第1局被击倒，那他的起评分落后，所以他一定要想办法至少击倒林丹1次，才能保证这场比赛的胜利。加油加油加油！最后一回合，握手，2人握手，握手。好，加油 ，box。好了，第3回合现在开始了。那对于鲍春来讲，控制好距离，用自己的前手来压制林丹，才是自己最擅长的。那么现在对于鲍春来的局势已经非常难了，林丹是不顾一切的要用头冲进去，然后用快拳打击鲍春来。鲍春来开始出大动作了，我们看左手的摆拳。这场比赛我们完全忽略了一个有腰伤并且腰伤到需要打封闭的鲍春来，我们看到了2股火热的灵魂和竞技体育的魅力所在。鲍春来连续的2次刺拳击中了林丹2次，漂亮！左手的摆拳，林丹非常的聪明，把自己的头压得很近。刀！你看春来哥只要一直用前手拳点他，林丹哥很难进来。林丹突然冲进来，连续的重击，冲到身边了，左手摆拳，勾拳摆拳，裁判介入了。我的天哪！林丹的后手直拳正塞在下巴上，前后手的直拳打中了鲍春来多次。由于鲍春来没有把自己的下巴含住，这连续的5次重拳就是要把鲍春来击倒在拳台上。再次读秒，第3回合的起评分，鲍春来再次回到了8分。这场比赛的天平已经完全朝向林丹。怎么样？看着我的眼睛，过来。那这场比赛对于鲍春来讲，只有一种比赛获胜的可能，也就是把林丹直接 KO。鲍春来能否在最后直接将林丹 KO， 拿下最后的胜利呢？比赛还剩最后的30秒，鲍春来要如何处理呢？林丹已经把头完全压了进去，不给鲍春来施展臂展和直线打击的机会。林丹在拳台上面的情商和拳商一样是非常高的。那么现在对于鲍春来的局势已经非常难了，比赛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对于鲍春来讲，能不能改变自己的战局？其实对于现在很多观众都已经有了答案，但对于鲍春来的执着来讲，对于他一直努力的汗水来讲，鲍春来不会放弃。漂亮，勾拳漂亮，鲍春来找到了一个机会。哇，鲍春来打满了3局，哎，是的，非常棒，打得非常好。好，有请我们的医疗监督上台，对双方拳手进行检查。就是我整个下巴都掉到地上了，我属实没想到鲍老师他今天可以打得这么猛烈，就是我觉得他的决心已经大到让他自己的生理完全没有被这个痛去阻碍，我觉得这个才是厉害的点。林丹是不顾一切的冲进去，然后用快拳打击鲍春来。林丹再冲进来，用自己的重拳压制鲍春来。鲍春来发起了一波连续的进攻，疾风骤雨般的打击打到了林丹的头上。漂亮！
林丹现在冲不上来，我们看前手自拳击倒了，我的天哪！林丹的后手直拳正塞在下巴上，前后手的直拳打中了鲍春来多次，就是要把鲍春来击倒在拳台上。那么现在对于鲍春来的局势已经非常难，比赛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对于鲍春来来讲，能不能改变自己的战局？勾拳漂亮，鲍春来不会放弃。加油！这场比赛我们完全忽略了一个有腰伤，并且腰伤到需要打封闭的鲍春来。对于鲍春来的执着来讲，对于他一直努力的汗水来讲，鲍春来不会放弃。看完之后就好想哭啊！他们各自都带着自己的伤痛，但是踏上舞台那一刻就全力以赴，拼尽所有的力气，这就是运动精神，奋力一搏。下面宣布比赛结果。1号裁判29比26，2号裁判30比25，3号裁判29比26。比赛最终结果，红角一致性获胜，掌声送给林丹。鲍春来的腰伤一直在，但是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他秉承着体育精神，秉承着对对手的尊重，他选择了不拖延，按时开打，甚至于在台裁反复问他是否可以坚持的时候，他给出肯定答复的那一刻，鲍春来也赢了。谢谢各位，因为我要拿最好的状态去面对我一生当中最强的对手。今天我说实话，我已经打得非常努力了，也很感谢今天鲍春来能给我这样一个状态，谢谢。春来哥，昨天在看你练习的时候，你跟我说，如果有机会，今天能不能在擂台上面为你唱一首《泡沫》？我刚刚看你们的对垒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感动，因为我觉得你真的完全没有让我感受到你今天是带伤上阵的。我们一起过来你的训练间里面，看到你在休息，你抬起头看我们说，如果明天我得打，我绝对不会让我的伤阻碍我上场打的这一份决心，我觉得真的很感动，所以我稍微改了一下《泡沫》的歌词。全都是泡沫，虽然一下我高山或低落，全部都是经过，这都是泡沫。如果能够看破，有什么难过？谢谢你今天为我们上演了这么感动的一个比赛，谢谢。谢谢子谦老师，谢谢。在任何的比赛里面，都会有遗憾，与输赢有关吗？当然有关。但是更大的遗憾是自己没有拼尽全力，自己输给了自己。所以，我们再次把热烈的掌声献给战胜自己的鲍春来。谢谢大家，谢谢张老师，谢谢。
失败对于我来讲的话是一次经验。我今天很感谢包春来，为什么？因为我能感觉到他虽然有一些受伤，但是明显今天场上是很想赢下这场比赛的。虽然没有拿到最终的成绩，但是我觉得我来过，我经历过，我很努力的去争取过，我觉得就已经是很好的一种状态了。林丹，我们来看一下现在3位经理人给出来的信心指数。邓紫棋和沈梦辰给林丹的都是5星，所以这就意味着林丹要在2个战队之间进行选择。林丹老师他的能力放在那里不用说了，那我这里唯一能做的是什么？搞心态，因为运动员上场心态是最重要的。我不仅可以搞好我们队友的心态，我还可以搞垮对手的心态。林丹老师来到我的队，就是我们队的队魂，是我们队的领军人物。你来的话，就是唯一。你不要听他瞎说，他接下来那一场就会抢人了，你绝对不是唯一。我昨天就已经跟你强调过我的战略是什么，我相信以你这么聪明的人，你一定可以分析出来我的战略是对的。因为我们的终极目标是拿到金腰带，我保证你能拿到。如果拿不到，我自掏腰包重金打造一条金腰带。我可以成为你们的啦啦队。你来选。我选择，我选择邓紫棋领队，谢谢。领队的气场跟领队的那种，欲望也蛮重要的。就是邓紫棋领队会更想要赢的那种感觉。哎，算了，不想做唯一就算了。好的，这个问题我告诉你，沈梦辰，你一定能够拿到一个特别好的唯一，对不对，梦辰？对。祝贺邓紫棋战队拥有了拳手林丹。祝贺邓紫棋战队加盟了林丹。这支战队究竟在未来会给我们打造什么奇迹？徐璐战队、沈梦辰战队又会有多么优秀的拳手，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迎头赶上呢？记住，在这个舞台，什么样的情况都可能发生，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全力以赴的我们，精彩仍然在继续。本节目由零糖零卡零脂无糖也甜的 Kelly One 生气波波苏打气泡水独家冠名播出。哇哦，金腰带 WBA， 哦，太帅了！因为我几年前就在有接触拳击，然后也有在学。刚刚从快女下来的时候，就是会遭受非常非常多的负面的、不好的各种网络暴击，蛮抑郁的那个时候。拳击是会让我走出这种低迷、这种颓废的这种状态，会让自己能够更加的坚强吧。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我天哪！我经纪人跟我说，哎，李斯有一个特别棒的一个打拳综艺，你想去吗？我眼睛，真的吗？哇去，就好高兴哇！居然有这样的一个综艺，我一定要去。对。那我先公布第一个，
李斯丹妮跟于文文。跟我吗？对你俩。那我们俩也超重量级啊。哇，李斯长胖了。李斯有一个任务，要减大于等于0.5公斤，啊，于文文有一个任务，吃胖点儿。是的，多吃。说句实话，这个影响蛮大的，因为你要脱水嘛，就是很容易让自己没有力气。为了金腰带不能垮掉。Hello， 耶，教练。Hello。又见面了。哇，你今天这衣服穿有点帅啊。有点帅是吧？啊。晚上吃饭没？我没吃饭，我吃了个坚果。哦，行，今天把这个体重稍微控下来啊，试试看一下。没问题，好吧。我就喜欢这样。我希望把我练到啊，就是这个衣服，哗。好了，我们先带你拉伸一下，好吧？我之前跟你们说过，我来这儿我就想拿金腰带的。再来1、2、3，大，对，再来。穿着降体服在降体重，因为一定要达到规则内的这个体重。为这个体重，我连口水都没有多喝，什么乱七八糟的想法都不要有，就干就完事儿。妈妈，来喝水，等你。这晚上得控。水一定要喝少，这样晚上啊。我唯一比较担心的就是体重问题，因为我跟文文其实不熟。那既然是分来了，那这就是缘分。我也希望通过这一次跟他能够成为朋友，但是在比赛上面，我还是会全力以赴。不管结果怎么样，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棒的经验和一个很难忘的经历，也是一个很好的成长，所以我觉得没白来。希望我们能够打出一个比较专业的、好看的这样的一个拳赛。来，两位选手。47.25， 51.15，差多少？没有超过。没有超过。哦 ，OK。第3，你还是要带大拳套，因为你超过了3公斤，好吧？好，可以。没有什么担心的，我只是希望能够 KO， 能够爆掉，打出自己最好的状态。疼痛不仅仅是身体的疼痛，是面对偏见时的委屈，更是面对否定时的不甘。为梦登台，却被现实一次次击倒。行，就下来。我要放弃吗？还是因痛而上？当你为梦反击，就会发现，原来你比想象中更强大。马上迎来下一场比赛，让我们有请的是外冷内热的猫系女王于文文。有请拳台撕裂者李斯丹妮。你比我高，也比我重，但是没有在怕你的。约文文，今天晚上给你买好了机票，你可以体面离开，但是在这个舞台，我会把你干掉。太狠了！
前2天在配对的过程当中，李斯丹妮和于文文现场称重，李斯的体重超出了体重的范围，因此李斯在2天的时间内水米未进，减重4斤。李斯今天这身衣服是怎么个讲啊？就是女战士啊！我觉得我在任何时刻都是一名战士，然后我一直要告诉自己，我要 fighting，yeah，fight me and 我要 fight 你 ，yeah。文文这身打扮是从何而来啊？因为我喜欢猫啊，猫看起来很可爱，但是它们抓你一下你也受得了。啊，真的是。你是怎么考虑来这个节目的？我喜欢打拳啊，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酷的事情。就像我小时候弹吉他，也是因为我觉得吉他是一个特别酷的东西，所以我就想尝试一下。李斯出道到现在10年，参加了13档竞赛综艺。哦，真的？真的？哇，我自己都不知道。李斯来参加这个节目的想法是？还是源于自己内心对这个运动的热爱，因为我非常喜欢。然后小的时候，就是我的爷爷也特别喜欢 boxing， 我会跟他一起坐在电视机前会看，会有这个情怀在。然后因为我觉得拳击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一个运动，然后它也会让人热血沸腾，充满能量。因为我之前有练过拳击，那个时候也是我负能量很重的时候，我希望这个负能量能通过拳击去把它给击碎。作为女生，我觉得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份力量站在这儿，我们谁也不怕，我们一样有自己的能量和自己的勇气。我觉得在这儿就是要释放自己，然后证明给所有人看我是最棒的。对。有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大胆的尝试，在体育竞技及任何项目上，我们不要过分的去强调男生还是女生，我们只是在这个群体里面，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到最好就可以了。男生也要做到最好，女生也要做到最好。2位各自回更衣室，调整状态，准备比赛。这是全力以赴的我们的第1场女拳手的对决。来，你们选择看谁的优势，谁的劣势？看看我们最强女拳手的劣势吧。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Kylie One生气勃勃揭秘时刻。相信大家对2位拳手的优势、劣势都非常有兴趣。我们特地邀请了波波侦探去为我们打探一番，跟着零糖、零卡、零脂的波波侦探，让我们一探究竟。李斯丹妮的劣势。有人说，喜欢李斯丹妮就是抽盲盒，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她会是什么样子的。恭喜各位成功获得铁蛋。脖子痛、腰痛，到处痛。这。啊，他有伤啊！你这样每天又要去练拳击，还要跳舞，还是要多注意身体哦。你这样不要留下伤痛哦，本来这就有伤的。这个腰伤嘛，就是他2001年参加快女的时候，不小心就给划伤，还是缝了针的。也有伤痕、伤疤。他这个就是，天气的变化，再加上他有时候练舞，这些都会影响他的那个伤痛。那么这个拳击力量更大，训练的力度更强，那肯定对他的腰伤就是那个疼痛会更加就是剧烈。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隐藏彩蛋呢！真不愧是我们的最拼命的姐姐。李斯丹妮从来没有强调和放大过的一点，她有10年的腰伤，包括她在参加姐姐的时候，都是需要吃药来镇痛再去公演，所以腰伤这一点，你们平时在训练的时候是看不到的。请我们的3位经理人做出你们的信心值投放，开始。
在几分钟之后，这个现场会给大家带来一场什么样的拳击比赛？各位，拭目以待。首先，我们要欢迎的是蓝角拳手于文文。于文文，曾经有人评价她没法惹，不敢惹，惹不起的女生。进攻是她灵活的尖锐利器，防守是她夯实的金刚护盾。这一仗，看看谁的拳头硬。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的是红角拳手李斯丹妮。李斯丹妮，女拳手中的实力者，耐力与体能兼备，从小对金腰带的渴望，使她的进攻欲极强，是一个进攻型的天赋拳手。让我们期待拳台撕裂者李斯丹妮。现场的各位观众，你们准备好了吗？让两位拳手听到你们的热情，好吗？我好紧张啊，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整天都是这个心情很大力的心跳。注意，不要击打后脑，不要击打腰带以下。听我的口令，注意安全。碰拳套。好，回到原位。放松，手抬起来啊，手抬起来。那么这场比赛开始，黑色短裤于文文，白色比赛服李斯丹妮。于文后肉拳，前手打中。李斯丹妮更多的选择了击打对方的腹部。那么击打腹部在1分钟的比赛回合内能有多大的效果？我们来期待一下。是由于头盔移位。这是于文文的先的右手摆拳，左手的直拳。我们看左右手的连击，两个人打出了白刃战的效果。头盔太松了，再系紧一点。那么对于两位选手来讲，哇，后手拳。哇，后手拳！李斯丹妮前后手的打击，更换了自己打击落点之后，有效了。更多的击打对方的腹部，想让对方把防御手放下来，但是于文文根本不吃这一套，连续的左右摆拳，好几个重拳全部打中了。两位选手打成一团，李斯丹妮的拳套是吃亏的。break， 分开，退后一步再出拳。于文文在一顿输出以后，我们看手整个放下来了。两位选手没有什么进攻意图，还在审视对方。第一回合结束。时间到了，第一局时间到了。啊，这么快？女生只有1分钟，难怪他们冲的那么猛。他很猛啊！他的出拳就是一直蹦，上来就互抡啊，就是直接就是对着脸，砰砰啪啪啪啪砰砰。我说你知道吗？他们一点都不怕那个拳头，他们太强了。那经过第一回合的输出，我们看黑色比赛服的于文文是完全盯着李斯丹妮的头部在输出，而李斯丹妮是选取攻击对方的躯干，让对方的防御手下移之后再去进攻对方的头部。拳击是一项击倒的艺术，而一般的胜者都是更擅长防守的那个人。把这个看见目标，缠了以后就赶快走开，再打他，没有打到目标，没有，你不要只打手臂，冷静一点再打。他不敢打，他打不出来，你就堵着他，不让他出来拳。你的拳比他重，你的拳真的比他重。
相信自己。丹妮，累了你就抱头，没有伤害力的。对，抱头。出墙不要犹豫，上去就打他就完了，就1分钟，你看多快，1分钟就结束了。打得准一点，好吗？然后就是最后10秒的时候，最好的机会，那个时候你不要站着，明白吗？完全能拿下，没问题。第2回合啊，我们看哦，于文文还是这一套，冲上去，左右手的轮摆，左右手的轮摆，而李斯丹妮也放弃了击打对方胸腹部，选择了直接进攻头部。这样的情况下，两个人主要拼的就是命中率和运气了。李斯丹妮选择了更多腹部的打击，这是一个更开阔的进攻方式。于文文，不要搂着打，不能搂着打。我们看到于文文刚才采取了一个搂抱接击打这样的一个动作，这不是标准的拳击动作。双方再次进入试探。我们看谁先发起进攻，李斯丹妮先发起左手拳，于文文再次反击，低位的摇闪，左右侧的摆拳，这个时候谁都是有效的。李斯丹妮后退中的反击，两个人的打击密度依然是非常的大。我们看李斯丹妮最后的2次打斧，我们看这2次打斧非常漂亮。再次打开了于文文头部以外的防守点，双方是一个人选择多点打击，一个人选择了单一的头部进攻。啊，李斯丹妮的后发先至，零防守，哇！什么意思啊？就是他们根本不防守，就是互相打。你打我1拳，我就打你1拳。那就看谁打得多。对，就看谁打得多。啊，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就觉得哇，不是吧？直接都没有防守了嘛，就直接打，所以我们就很懵，站在台上，然后也很迷茫。女人还是更可怕。太精彩了，女生也很猛，他们俩是轻量的，打重量的，我跟你讲，有可能会有击倒。第2回合的比赛形势逆转，李斯丹妮由于有上下组合的进攻，导致她的点数上应该有更多的点数入账。而对于于文文来说，在全力跟对方进行头部输出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防守方向。而李斯丹妮在这场比赛上，我们看上下打击，这是具有天分的一位运动选手，他的眼光非常的开阔，在头部和胸部进行双重打击的情况下，大多数选手会选择自己眼睛能看到的头部，而击打胸部也是选手攀向高阶的一个开始。看于文文刚才有点站不稳，对，他有几下于文文被打得站不稳。脚下不要太乱，不要太紧了，眼睛盯着他，要盯着他就出拳，盯着空当，打空当，不要打手臂，记住就对他看到这个目标去打 ，OK， 不要松，好不好？不要乱打，没有用，准一点的话1拳就把他 KO 了。不要让他打到，要躲闪，记住了啊。李斯打得稳，对，这种情况下谁更冷静，谁更有机会。他打你疼不疼？是不是没有感觉，对不对？但是我没有感觉，我们不能白打，打完就反击回去。最后一个了，明白吗？打得稳一点，必须要拿下。起来，下来跳，哎。两位选手的斗魂已经燃起来了。哇，这应该是最关键的一个回合。
比赛开始，最后一个回合。哦，李斯丹妮冲上去，打腹击头，再次的上下打击，连续的进攻。于文文现在已经被对方输出的，只能报价前冲。跑进去，压进去，压进去。但是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前冲，还是利用自己的屈臂防守顶到对方的身边。李斯丹妮的第3回合表现明显更好，更多的输出，更多的打拳。防守是无法为拳手带来胜利的，进攻才是带来胜利的最重要法宝。不要推。于文文，我们看明显于文文手臂已经脱力了，他再选用更多的单臂进攻，也是平时更加熟悉的右手的直拳。于文文的头套由于松脱再次遮挡了他的视线，所以必须让选手进行头盔的调节。两位选手还有一点点的休息时间。他体力不行了，他已经不行了，他体力已经透支了。帮他调一下头套，已经挡住他的眼睛了。留给于文文的时间不多了，因为目前他应该是落后的。于文文一是落后，第二你看他的体能消耗要更大。好了，我们比赛的第3回合的最后一段准备开始。好了，裁判准备碰拳，那么碰拳之后就是我们比赛的最后时刻了。右手拳先是李斯丹妮开火，于文文是一手持臂，一手进攻啊！哇，这个很像古代的古罗马的盾兵。哇！好了，比赛结束，有请医疗监督上台对双方选手进行体检。我感觉他们两个都是没有任何保留余力，大家都是真的拼尽了命，我觉得就真的有点惊呆了。我觉得好过，一点都不比男生差，那个拼劲儿，一点都不比男生差。他们只是可能身体，轻一点、瘦一点，但是他们打的那个拳风多直接啊，直接就打，就是小1号的男子组的感觉，就你会觉得哇。有请2位选手来到擂台中央，让我们宣布比赛结果。1号边裁29比28，2号边裁30比27，3号边裁29比28。比赛结果，红方一致性获胜，掌声送给李斯丹妮。这个比赛是我这么多年来最不容易的一场赢的比赛，但是我不怕，毕竟我是放了狠话的，我是冲着金腰带来的。来，各位，热烈的掌声先送给于文文。其实我之前在一个节目上面，我看过文文的表现。虽然我今天是第一次正式的认识你，但是我感觉你的人就是越多人不看好你，你就越会把自己的能力爆发出来。说实话，我觉得你今天很让我惊讶，因为我觉得你爆发出来的是我属实没有想到你们打得这么的接近，有起鸡皮疙瘩的感觉，我觉得很有力量，真的。因为也是第一次打实战嘛，所以以前没有这么强劲的对手跟我打过，确实领略到了非常的厉害，所以恭喜恭喜！
谢谢维维，掌声送给维维。我只要有空的时间，我不会偷懒，我一定会去训练。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棒的经验和一个很难忘的经历，也是一个很好的成长，所以我觉得没白来。你们的比赛真的看得太让人起鸡皮疙瘩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跟于文文对于这个拳台最大的 respect 吧，对，全力以赴嘛，我们，对。各位，是不是再次印证了刚才我说的那句话？千万不要因为是女子比赛，大家心里面先把那个预期值往下降。请问这场女子比赛，你的观感上哪里输于男子？对。来吧，抢人活动开始。谢谢啊，给面儿，支棱起来了啊，真是。反选权在李斯手里。3位，开始抢人。代理先来吧。好吧，就让我这个代理先来。对不起大家，因为工作原因实在不好意思，因为飞机只有最后一班了，我就拜托给我的队员了，然后希望他可以帮我争取到李斯。其实徐璐姐说，在你们昨天聊天的时候，她已经跟你碰拳了，她非常相信你。其实我中途干扰过她的思路很多次，徐璐姐说，我就相信她，我觉得她一定会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所以我是很希望你能进入到我们战队。我们讲点实事求是的东西。我现在战队有非常超级无敌强的人，你来你就可以互相切磋、互相成长，不是只是自己练，那么厉害的人跟你一起练、一起成长，我也可以跟你一起练。哇，好诱惑！来，李斯，更诱惑的来了，来听一位经理人的表述。目前这支战队人丁冷落。没关系，接下来这个人，我相信以1敌100。哦，这样子。你看我今天就特地写上了这个应援符，虽然字儿有点小，我给大家朗读一下：李四蛋，往这儿看，梦儿姐姐陪你站。另外还有一个。4至横幅，正常项目，哇，数理第一。完了，输掉了。梦儿姐很给力啊！梦儿姐不是很给力，梦儿姐是太有心机了，完全豁出去了。是的。还有一张啊！不是，还有。没有，本来我还想带一个那个，就是放在头上的那个，因为鸿运当头，但是实在是我估这个不好看啊。还有偶像包袱啊！哎，所以我们逮住了他，为你还保留一些包袱呢。我可以现在就带呢。天哪，什么车？我跟你说，你要垮掉了。不，没垮，是这样，真的好合适，是这样，我有几句话要跟李斯说一下。李斯呢，是我就是很多年的好朋友，然后呢，对不起，不要放这种音乐，我没有想要故意煽情，我只是想说，因为我觉得4蛋真的特别不容易，而且去年的这个时候。我陪着他，然后见证他的成长，然后成功出道。今年我想继续陪着他，一起完成他的梦想。我不希望错过你人生的每一个高光时刻。
什么惩罚又把我搞哭了？我都说不要在这么厉害的场合让我哭，这样一点都不酷也不帅，你知道吗？你不得不说，李斯沈梦辰为了拉人，他这一组合拳。我也有组合拳，我也来。我就是去年失去了这个机会看到你高光，我非常恳求你给我一个机会看到你的高光。子琪，没关系，在我的队你一样可以看到他的高光。但是我想说，能够跟你们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场合，去这样去分享最后这个结果，这个时刻，我真的很感动，所以我谢谢你们，谢谢我的朋友，谢谢。我想说，你们3位，不管我选择谁，另外2个，你们永远是我心里面最好的朋友。我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我选择的朋友和我没有选择的朋友，我们一起共肩并战，一起好好走下去。小李是爱你们的。李斯这个方法非常好。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打1巴掌揉3揉”。你现在还没有打这巴掌，先揉3揉。我想请问，你这巴掌首先打给谁？太残忍了！太残忍了！还不如直接选一个。对不起，对不起。徐璐，对不起，我，对，真的，因为其实我心里面已经有人选了。对不起，子琪 ，sorry， 我选沈梦辰。沈梦辰战队。但沈梦辰。说，告诉他。沈梦辰，我跟你说，你跟子琪在抢林丹哥哥的时候，我全程在后面监视器看。我跟你说，你说很多扎心的话，下来我好好教训你。比如说，我唯一，对，他说，对，林丹哥是他的唯一。没错，我也听到了。等一下，还说一个什么？反正就是对魂，说他是对魂。不是，等一下，给我一个解释的。他又说这句话，给我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事实。所以不要解释。不说。最好的解释，沈梦辰行动就是打造最好的沈梦辰战队。来，李斯丹妮穿上沈梦辰战队的战袍。来，让我们再次恭喜李斯丹妮，同时祝贺沈梦辰战队终于拥有了一名队员。下面的比赛更精彩。下一组选手有请 Big 张大大，超能少年王晨毅。好好打，大前辈不要生气。KO 榜第3的亚瑟王陈亦荣，威武战士张伦硕。你凭什么跟我打？因为我从来就没有输过。这2位是我们24位选手当中年龄的峰值。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来吧。我一定要把你拉到我的战队，觉得我可以帮你唱hook，你来吧。那我就是可以给你好好加油，我可以跳舞，你要想学侧手翻，我也努力。我有一点想吐得天旋地转的，大家都觉得你可能来节目就是搞笑的，就想到了自己非常的被动，就控制不住了。
这个节目对我最大的一种释放，就是我可以正视这些恐惧的映射。嗨，我命由我不由天。我不一定能拿金腰带，但是我一定不会倒。自食而不惑又如何？只要你想认真做一件事情，都不算太晚。给这所有的观众看一看我们中年男人的是怎么去拼搏的。连续4拳命中，我的天，这个点数已经差距非常大了。后手拳，后手拳，3次后手拳命中。王晨一上来以后报价还是比较稳固的。王晨一的后手摆拳漂亮，摇闪后手直拳击倒了。即便你可以把我打倒，但你不会把我打败。我还是会站起来。我们来宣布最终结果。哦，哇哦！我想请你吃小龙虾，这不错啊，这个。哦，对不起，我不吃小龙虾。他们喜欢吃的东西：夏日清补给芒果西米捞。我芒果过敏，不知道吗？林家，给我留点儿，这都死了，给我留点儿，林家。哎呦的天！西瓜。这太搞笑！你们仔细看，有人画6个指头。哦，我要这个。好，我要这个。西瓜。等姐姐，哎，我要笑死了，好不好笑？5、6、7，走。我早就听说你把你的教练打伤了。你是真把他弄伤了吗？我就是蹭了一下，蹭了他，因为他不肯戴头套，结果就把他给眼睛打青了。我又空车，我2轮空车哎。喂，但姐姐你怎么这么瘦了？那可不是吗？而且你瘦的像个猴一样，你知道吗？你现在，哎，我跟你说，我心疼你，不要那么瘦。现在比我还瘦，好生气。跳车。我终于有你不拦我啊？我为什么要拦你？因为我知道你不会跳啊。不行，我要跳车。哎呀，不要跳！这里有一堆人对你的预判，你想要看谁的，只能选3个。只能选3个。但是作为你的梦儿急救，我想全部都看。可以啊，谢谢。你全部都看之前，你最想看哪3个？你帮我选3个吧。看林丹、赵磊，因为我喜欢他。好，为什么喜欢他？打拳很帅。好，还有谁？咀嚼。好，为什么没有王菊啊？是不是你坐着了？谢谢。对不起。敬个礼，下一个更美丽。好，来吧。咀嚼。Let's Danny。赵磊，我该叫哥哥哈。哥哥比我大是吧？他几几年的？对不起，小哥哥，赵磊小哥哥选的是我。超级丹。啊，丹哥，你喜欢吃红毛丹吗？啊，丹哥选的是我，谢谢。你知道我们今天得看一下别人怎么哦，你知道啊？你知道有这个环节？我知道有这个环节，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觉得李斯丹妮赢，我输。那你选3个吧，我们可以看3个。你想看谁？女生好了，看看重量级最高的人怎么看待我们2个吧。好，那我们先来看王菊。李斯丹妮。对。他肯定是怕下一次遇到我，所以他希望这一次李斯能够赢。想看林丹怎么说？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在一个拳馆训练，他看我，要看他看过我练过的人，怎么觉得谁会赢？看过我打的，他应该觉得我很厉害啊。我偷看一下，基本上所有人全部。不是，所有人都是李斯哦。是把所有整本全部看完在那里挑，没有，你看都打得挺好的哦。选你的，纪凌尘、姚琛、孙瑞，我觉得女生里面她打得还不错。对，主要是她在我旁边，我一直给她压力。她看到上次坐在我旁边，我一直跟她说，我打得很厉害哦。好看的。4个人的期望去打赢4字妹妹。对。
好吧，我们去战斗间吧。好的。这个到时候剪个片子给我儿子看一下，他老爹没吃老本行嘛。挺想让我的小孩过来看一下，感受一下，就是等他以后慢慢长大以后，我希望他爸爸并不是只是一个羽毛球运动员，就是很多东西他作为父亲可以敢去尝试啊，可以面对失败。就我也希望他以后，就不管他想去做什么，至少他会敢去面对很多的一些挑战的东西。登录一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搜索“全力以赴的我们”，参与话题互动，get更多精彩内容。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百度搜索“全力以赴的我们”，观看更多精彩内容。打开微信搜一搜，搜索“全力以赴的我们”，看更多精彩内容。上支付宝搜翻翻卡，领取花呗全年包还大奖，保持满电状态，展现超强实力。上 QQ 浏览器搜索“全力以赴的我们”，获取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指定回答社区知乎，特别鸣谢微博运动、微博格斗、微博武术、微博体育、微博政务。这世界很酷。